蓝曦臣说，如果见到娘亲，把这个匣子还给他，并且代他说一句对不起，年少无知，他无颜再见娘亲。回到净室，蓝忘机见到了本应该歇在心院的魏无羡。蓝湛，怎么样？你和你哥谈得如何了？蓝忘机点了点头，兄长会说服叔父的。魏婴，我们以后还能回来看望他们吗？叔父年纪大了。哎，蓝湛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呢。刚刚阿赤跟我说，他想留在蓝家。我这心里不得劲儿，本来阿赤自小都是一个人，我心里总觉得亏欠他良多。如果再丢下他一个人在蓝家，我可能要愧疚一辈子了。那你作何打算？我想来想去，阿赤想在蓝家就让他在蓝家，但是也不用和我们分开啊。我是谁呀？昆吾大人，大地之主。以后就让阿赤住在净室，我在净室建立一个传送阵。他白天在蓝家学习，晚上完全可以和我们一起用晚膳吗？这样他既可以留在蓝家，也不用和我们分开了。到时候连燕儿都可以在这边上学堂，好好的跟着叔父学学君子六艺。听到这个办法，蓝忘机感动坏了，不过心里还是有些疑问的。传送阵可需要大量灵力？不用，这个传送阵可以自主吸收周围的灵气作为动力，而我会用大地之力构建阵法，启动传送阵根本就没有什么消耗。不过因为是连接北荒和中原的传送阵，我可能要在净室设立阵法，只有经过我的允许才可以自由地进出净室。见魏无羡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了，蓝忘机这才放下心来，这样他就更有把握说服叔父了。而蓝虎的懂事也让蓝忘机心疼万分，在他心里，不管是自己造出自己的阿赤，还是由魏无羡怀胎生下来的燕儿，都一样是他的孩子，他都一样的爱着他们。接下来的时间，魏无羡就待在净室构建传送阵了，他也不打算带着一家人长途跋涉的回北荒了。虽然他和蓝忘机的修为可以让路途顺利，赶路也快，但是魏无羡就是不想再走了。等建好了传送阵，直接传送回北荒，他不香吗？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。魏无羡的本事在这里，建立传送阵也是很快的事，也不知道蓝曦臣是怎么跟蓝启仁说的。期间他还来净室看魏无羡建阵法一次。魏无羡建立传送阵和净室的隔离阵法是一起的，在传送阵建立好后，净室的结界也建好了。现在除了蓝忘机、魏无羡，还有阿赤、燕儿，其他人是进不来净室的，除非由他们亲自领进来。很平常的一天，蓝忘机和魏无羡带着2个宝贝一起去向蓝启仁和蓝曦臣告别，然后回了净室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中原，去了北荒。北荒的传送阵就在魏无羡的住所，在他离开前就在房间里建立了传送阵。当时想着的是他到了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回来，谁知道他会又在中原建立一个长期的传送阵呢？两边的阵法相连接，建立稳定的通道，他可是费了不少的力呢。从房间里走出来，最先遇到的居然是温宁。在能和冥界沟通后，魏无羡就带着温宁去了一次冥界，把温宁丢到黄泉中泡了3年，终于从凶尸转化成了冥姜。现在的温宁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人，身上可怕的黑色纹路没有了，他还有了心跳，血液也开始流动，味觉等也恢复了，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是人类了，而是属于冥界生物。不过魏无羡以昆吾的名义点他为将，他是可以自由行走于人间的。在北荒，他可是有将军之称的。看到魏无羡从房间里出来，温宁立马跑了出去，一边跑还一边喊：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燕儿回来了。魏无羡，温宁，你不是我最忠实的信徒了，你的眼里只有燕儿。轰隆隆，然后就看见一群人奔了过来，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的小动物，天上还飞着不少的猛禽。燕儿，你也太受欢迎了吧！如此场面叫蓝虎是大开眼界。阿吉说阿弟在北荒很受宠，他还不以为然，没想到阿弟居然是这样的团宠啊。一个看起来很年轻，但是和魏无羡长得有8、9分像的男子3步2步跑过来，一把捞起燕儿，把人往天上一抛，又接住。他大笑着说道：燕儿啊，可想死你阿恩了，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要去中原找你了。燕儿也大笑着从空中落下来后，就窝在了男子的怀里，双手紧紧地箍着男子的脖子。阿吴啊，想死宝宝了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的手，面带笑容地看着大家欢呼的场面。
蓝湛，这是我阿卫，乌洛兹，我阿娘的亲生父亲。燕儿在自家阿昂怀里还没待热乎呢，就被抢到了另一个怀抱。这个男子也是一身红衣，看起来比乌洛兹要大上10来岁，实际上年龄还要比乌洛兹小上1岁的中年男子抱起了燕儿。我的燕儿乖宝，可想死阿昂了。雷阿吴，我也想你，我阿娜呢？你阿娜在闭关呢，好像是了结了一些因果，修为精进了。一早喜鹊叫，我还想是不是燕儿要回来了，没想到真的就回来了。阿燕哥哥你也在呀，我给你带礼物喽。